因为我24年拿了7次亚军，常被拿来跟罗建佑比较。那一定会，他都是第一嘛，输球或赢球的时候，他就是第一个会给我发信息的人。几年没有回去，他连我都忘记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是最后一次哭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家恒 Jason， 我今天要接受黑卡 K 的快问快答，用3个词形容自己。好玩、好动、没有耐心。偶像是谁？林丹，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霸气，还有那种求胜的欲望。身上有几个纹身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后面还有7、8、9、10个。纹身代表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还有我想要提醒自己的东西。有什么意义最大的吗？家人跟羽球，就是这里是我的家人，有一个 family 在这里，然后还有我的职业羽球。有没有被别人 judge 过？太多了，很多时候。阿明是肯定有的啦，纹身就是阿明嘛，可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讲纹身是阿明。那你怎么接触羽毛球的？从我爸爸，他是个爱好者，然后他很喜欢打球，差不多5岁尾，接近6岁。当初打是因为想要消耗我的精力，一开始在家里外面打，就跟我爸爸这样子打，后面就慢慢去到跟他去球场看他打球，然后他那边那种叔叔阿姨那些陪我打几颗，我就慢慢感觉喜欢打，然后刚好被那边球场有一个教练看到，然后我就从那边慢慢接触，带我去上课。这样子培养兴趣。10岁还是11岁嘛，就是我的爸爸想要我们来这边上学，然后在这边上学以后，我才接触到 Singapore Sports School， 然后才选择代表这边。一天的行程是怎么样的？早上起来去训练，训完练吃饭，吃完饭训练，训完练吃饭，吃完饭睡觉。如果没有训练的时候，你会喜欢做什么？我就喜欢在家废着，就躺一天这样。最近我都看港剧，我都是看一些旧的。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新的戏，除非它有抓到我的注意力。会不会常被拿来跟罗建佑比较？那一定会，他都是第一嘛，世界冠军排名创新最高，都是他先 achieve 到青年队到国家队，大家都是要说，哎，你要贴着他，要加油，要赶上他，所以一定会被比较，正常。会有压力吗？那因为我跟他相差3岁还是4岁，所以我在更小的时候根本不会觉得有压力，因为我都没有真正这么的在乎。可能中间有1年2年可能会一点点压力，因为我真的想要就是追上他的脚步，跟他一起去比赛什么的。但我近2年心态还好，真的我就想要把自己做好，所以就是跟着你自己的节奏、自己的步伐来走就好。我觉得我们2个这样子互相良性的竞争，对新加坡的羽毛球也是很好，会把这个运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吧，我觉得。为什么你会被称为千年老二？因为我24年拿了7次亚军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媒体写的，不是我自己给自己的。你服吗？没有说服不服，肯定是谁都想拿冠军。第一次你第2名，你会觉得说啊，差一步，我以后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我至少都打到决赛了。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为什么我每次决赛的时候都赢不了？就是一定会越来越失望，越来越对决赛这个东西有一点恐惧啊。如果我今天再输，就是第8次，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。反正把自己做好，然后努力去争取第一，其他的就都无所谓。职业生涯中最骄傲的瞬间，我觉得就是赢冠军嘛。冠军的时候就是最骄傲的时候。1月份我赢了那个泰国300冠军，因为我7次亚军，所以很渴望一个冠军，真的连有时候做梦都梦到，然后起来是假的这样，然后所以你真的赢的时候，你就 feel very relief 了，就是哦，终于过了。恭喜你最近在 Korea Master 夺冠，谢谢。那今年2次进决赛都夺冠，有什么秘诀吗？其实没有什么秘诀，我觉得都是经验累积的，都是因为每一场7个决赛输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泰国的时候我是很压力的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赢冠军，所以泰国的心态是很紧绷。可是我就是跟自己说啊，反正我又没赢过，也不是没输过，所以就放开打，去冲击对手。这样，韩国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，当然我不是说不负责任、不想赢球，可是决赛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心态，就是跟自己说，啊，我1月份赢过了，所以没关系啊，他没赢过，他比我紧张，这样子。所以2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心态，就是没有什么秘诀，因为适合我的心态不一定适合其他人。
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父母，没有他们的栽培，就不会有可能我走到今天，还有很多人要感谢，感谢赞助商、教练什么的，但一定是先感谢我的父母，还有我的2个姐姐。我以前还没有进 Sports School 的时候，我是读 Montfort Primary， 我训练在新山，读 Primary 在新加坡。我们那时候也是住在新山，我每天这样来回，所以就是新山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到新山，都是靠我的爸爸载我。我爸每天早上3点、4点，我们每天早上这样起来，然后等我1点半下午放学，我再回新山训练，隔天早上又在3点进去新加坡，然后又再等我放学出来再训练，就每天这样子。我努力把球打好，然后用成绩去回报，就是他们对我的栽培。最后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见阿嬷的时候，6月回去的时候，因为她有一次在厕所跌倒了。我的妈妈他们都是会定期，有时候会回去槟城看一下她。然后她回来的时候跟我说，就是婆婆现在连我都认不得这样子了。我说怎么可能会认不得？然后我那时候我就6月有一个空档1个月，我就回去2、3天。我走进去那个找她的时候，我叫她，然后她就看着我，我以为她要叫我，然后她看着我，她就是空的，这是空的。就是他已经忘记我，然后我就哇，时间真的是会带走很多东西啊！而且我小时候很调皮嘛，他每一次看到我就说啊，你最坏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几年没有回去，他连我都忘记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是最后一次哭，流泪啊，没有说哭，就是流泪哭了。你有考虑过别的运动吗？有，但没有天赋。我喜欢打乒乓。我跟我的朋友如果有遇到的话就会打，因为我其中一个好朋友在 Sports School 的，就是他是职业乒乓的球员马坤廷，他是我应该算我最好的朋友，因为一起读书，一起打球，一样坏蛋。不要，等下他要骂我了。谈过几次恋爱？没有，我不懂2次3次，16岁、21岁，然后现在，不是16岁的不是什么。就是puppy love啦 ，Dex 那种呀，然后21岁才真正交女朋友。在哪里认识未婚妻的？在比赛。他做过最浪漫的事？我觉得每次在我输球或赢球的时候，他就是第一个会给我发信息的人。然后，尤其是我输的时候，他就是会很鼓励我，这样子，不要放弃啊，下次再来啊，继续相信自己啊，一定可以的。我觉得很浪漫。职业生涯中的最低谷？1月份我赢了一个冠军，从那时候的之后到现在，但低谷是因为我一直输，就是很难受，就是世界级的球员那些他们的那些 intensity 啊，就是我根本打不赢，所以就是很辛苦，因为你打不赢，你还是要很努力练啊，努力练你又赢不了，但你不努力练，一定赢不了，所以不是说我现在打上来了，我就一定会一帆风顺这样，你一定是很多事情都要先经历过，你才会有更好的应对能力跟方式。然后持续的相信自己。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能够赢球，谁能相信你能够赢球？最严重的伤？腰好像是16岁的时候 stress fracture。我在打一个国内的比赛，然后就突然间觉得很痛，但我还是坚持打完。打完以后检查出来就是stress fracture 了。stress fracture 就是有裂痕啊，它不是整个断掉。当时候应该就担心说不要是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，但如果能恢复，那一切都还好。比赛时有没有发生过很丢脸的事情？丢脸很多定义啊，看你把丢脸定义为什么。我自认为还好，就是没有做过什么，好像比如说忘了带鞋子啊，还是什么这些没有经历过。可是不要。大叔一下，不要这样子。最难忘的一次比赛，新加坡公开赛，2022年第3局决胜局13-20落后，然后一分慢慢，然后竟然逆转。其实13-20的时候，那一刻就是就把球打好就好，因为我也没有想过要赢了，因为他再1分就拿下比赛了。然后14、15、16、17、18越来越接近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要越来越谨慎嘛，就是觉得越来越有机会，就越来越紧张啊，一定的。然后赢了那场比赛，就是觉得怎么可能？然后很不可思议。听过最难听的批评 ？Tired, stop playing 。我觉得球是我们在打，我们努力，我们争取好的，当然我们会听，会去采购这个建议嘛。
但其实坏的你就自己这边进那边出就好了。你打球不是要为了证明给 haters 看，你打球是因为你喜欢，你要 make a living， 你要认真对待你的 career， 是这些，不是为了你要向谁证明。最常因为什么被教练骂？不听话吧，可能，但不是说完全不听教练讲，可能会比较难搞一点。可能我在场上有比较多自己的想法，所以需要跟教练磨合。金智贤教练跟其他教练有什么不同？他精力旺盛，一秒不要讲1分钟，1秒都停不下来的那种。没有教练是这样子，他那个精力很旺盛，就是很带动球员吧。Nagi 啊，会一直 nag 你这样子。你太慢啊，你要准时一点啊，你要早到啊，要 helpful， 要kind， be a good person。其实他做的东西可能就是都为球员好。当运动员最大的牺牲是什么？时间，就是时间还有欲望，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啊。比如说你想要去拔地，不可以。然后时间就是说，人家放完学可以去玩，可以去培养其他的兴趣。可以去 relax， 可以 spend time with 家人。我们很难啊，我们要训练。你不是在训练，就是在治疗，不然就是在吃饭，不然就是在比赛。朋友是越见越少，然后家人就是说见少一点，但还是很 lucky 啦，就是还可以，就是一直在一起吃饭。只要我一回来，他们就会陪我。你觉得你会打羽球打到几岁？如果可以很幸运，没有伤病，然后可以这样稳稳的打。至少打到36岁，想要做什么？到时候再看。目前真的还没有想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羽球能打到多好，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。现在先 focus 把球打好。SEA Games 有什么目标吗？想银牌，就是为新加坡，就是 at least 赢到一个 medal 吧。希望你成功。谢谢你。SEA Games 即将开始了，请大家支持我们新加坡运动员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拜拜。